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出圈带火诚意，10年蛰伏终于迎来爆红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柴叔带你看电影。莲花楼网播已经大结局，但热度依旧居高不下，剧迷们开始二刷，连央媒都高度评价这部剧。故人逢、江湖梦、热血涌、侠义传。江湖、热血和侠义，这是难得一见的武侠剧。图片，剧火了，诚意作为主角自然备受关注，但在这之前很多人甚至都不认识他。他在剧中饰演的2个角色，一开播就登顶微博指数榜，吸引了很多观众的关注，综合演技也备受认可。一个是行侠仗义的少年，一个是低调洒脱的青年，他把2个角色演出了极大的反差感。不管是李香怡还是李莲花，都成为了剧中最大的亮点之一。有网友说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却一直在拼演技。诚意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终于被观众看到了。10年时间，诚意从无人问津的小配角成长为现在吸粉无数的 C 位男神。每一个角色都好像被他赋予了生命，演技就是他最大的底气。1990年，诚意出生在湖南怀化，小时候是一个捣蛋鬼，经常破坏邻居家的东西。亏得他长得可爱，笑着道个歉，就逃过了邻居们的责骂。诚意也不爱学习，上课走神，发呆是常有的。放学铃声刚响，他就直奔回家，趁着爸妈不在，偷偷打开电视机看武侠剧。江湖中的刀光剑影，诚意觉得非常酷。电影中周润发、梁朝伟、刘德华的身影，让他对演戏有了懵懵懂懂的向往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诚意和同学们报名参加 T 台秀，没想到得到了大家的“你表现真自然，适合做模特，你是做模特的好苗子呀”。这些话诚意都记在了心里，也记住了走 T 台的感受。他渐渐有了自己的演员梦想。在学校，他从一个不爱学习的学渣逆袭到让同学惊讶的学霸，连老师都不敢相信诚意的变化。卡耐基曾经说过，使一个人发挥最大能力的方法是鼓励和赞赏。也许这就是肯定的魔力。从那之后，他不断努力，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，和马可、蓝盈莹、高光伟是同一届。为了追求心中的梦想，他不顾父母的反对，一个人坐着绿皮火车来到北京发展。没有资源，没有机会，这也注定了他艰难的成名之路。2010年，20岁的诚意签约欢瑞，俗称内地造星厂。第2年，他参演《唐宫美人天下》中的侍卫冯小宝。虽然是配角，但和杨幂等人同框演出，机会实属难得，也算在荧屏露了脸。后来，公司安排他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，却一直不温不火。虽然都是小角色，但他很珍惜，每次演完自己的戏后，都站在片场认真观察。他随手将演戏要点记在本子上，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。直到5年后，他出演仙侠剧《青云志》中的林惊羽，清秀冷峻的古装美男子形象深入人心。这部剧，他依然是戏份不多的配角，剧组并没有为他配专业的武术指导。他没有打戏经验，一个动作、一个转身都要不停地练习，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戏份。为了不耽误剧组进程，那段时间诚意压力非常大，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。他像每一个在底层摸打滚爬的我们，是开机仪式上被工作人员自动忽略的小透明。别人都有红包，能分到蛋糕，唯独他没有。所以成名之后，每次开机仪式上他都会把红包分给每一个演员。
正因为曾经自己淋过雨，现在才会想为别人打伞。这样一个努力而温暖的男孩，怎么能有理由不成功呢？一路走来，他用了10年，从18线的小配角走到如今的主演地位，他的努力一直被大家看见。他说：“我不觉得累，好像心里有一团小火苗在燃烧，觉得自己在追梦，很兴奋。”任凭时间大刀阔斧的雕琢，他心中的梦想火苗一直在燃烧。不管遭受多少打击，承受多少压力，他依然没有放弃。2018年，程毅在《山河月明》中饰演少年朱棣，演技毫不逊色。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，程毅为了让这个角色更加立体，提前做了不少准备。他不仅翻阅资料，向前辈请教，更是在拍摄现场向导演、编剧请教。少年朱棣看似吊儿郎当，面对父亲的批评翻白眼，但他又肩负着整个皇族复兴的使命。这个人设是隐忍和孤独的，一出场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。他站在树上，眼神中闪着坚定的光，望着漠北的方向。少年朱棣的内心藏着一颗坚韧的心，程毅通过眼神和肢体精准地演绎出来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志在四方的好男儿。有一场挨打的戏，他的亲爹陈宝国老师临场发挥了一场鞋底子攻击的戏。剧本没有这场戏，陈宝国突然拿起鞋就打了小朱棣，所有人包括程毅自己也没想到。被打之后，程毅下意识地喊娘啊爹啊，这种自然的反应挺真实的，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演戏不是呆板的演绎剧本，而是要有临时发挥的本领，用情绪打开和激发人物。每一次演戏，程毅都会抓住学习的机会，终于他等来了一个爆红的机会。2020年，30岁的程毅出演了古装剧《琉璃》。他在剧中饰演温柔痴心的雨思凤，一身白衣，帅气逼人，对爱的人义无反顾。他将角色演绎的深情而执着，极富感染力的哭戏，细腻到位的微表情，看得人痛彻心扉。加上完美男主的光环，他很快获得了观众的喜爱，数次登上热搜。机会总是眷顾幸运的人，而幸运的人总是习惯相信自己。当时程毅差点与琉璃擦肩而过，原因十分现实。程毅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，那个时期工作非常多。琉璃剧组找到程毅时，他连睡眠时间都不够。如果再多接一部戏，必然会花费他更多的时间。他既想做好眼前的工作，又想接下这一部大制作的古装剧。他思前想后，最终决定接下这个剧本，因为他始终相信，只要把角色吃透，就一定能够演好。在拍摄琉璃过程中，程毅不再演戏，就在低头钻研剧本。他还不放过任何机会，抓到导演和对手演员就沟通，力求将角色做到最好。那段时间虽然身体透支严重，但他成功塑造了雨思凤这个角色，大获成功。琉璃和程毅的爆火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收视率直线上升。时间锋利而温柔，程毅沉淀了10年，不停地向前奔跑，他终于红了。演技越来越娴熟，程毅不断得到观众的认可。但他成名之后，无奈被资本牵扯，网上陆续出现他的黑料，让他深陷舆论漩涡，人生再次跌入低谷。人红是非多。自从琉璃爆火后，网络上不断出现他被黑的新闻，黑他没有代言，嘲笑他没有商务资源，怀疑他敲腮莫骨整容了。特别是云歌会现场，他不仅与袁冰妍零互动，还全程黑脸，这让 CP 粉很不满意。还有人爆料，程毅在拍摄琉璃时对导演破口大骂，有人觉得这是故意搞事情，但事情的真伪已经无从辨别。一夜之间，程毅掉粉8万，上热搜被骂3天。但他只是淡淡的回复，让观众不要带着角色去看他，而粉丝恰恰是想看到
所以才会大失所望。他再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，依然专心拍戏。机会终于再次降临。2022年，32岁的程毅搭档杨紫出演《沉香如屑》，让他一战封神。剧中他一人分饰3个角色：心怀天下的应渊帝君，洒脱的捉妖师唐周和修罗王玄烨，3个人物形象深入人心。程毅成了粉丝心中的古装男神，特别是他白发的造型让人痴迷，人气急剧上升，快速吸粉好几百万。他在圈内的资源终于越来越多，找他代言的品牌开始覆盖千万级别，商务一个接一个，慢慢的他被黑的消息才渐渐消失。程毅用演技再次证明了自己，黑料不攻自破。一心扑在演戏上的程毅为了突破，自降片酬，争取到了都市剧底线中的角色。他饰演一名法官周易安，身穿黑色西装，干练的发型，一种神圣和使命感油然而生。这个人物比较接地气，看见谁就对。原本很讨厌的人设，却让他演出了一种真挚感，反而有些萌。连最高人民法院参与演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夸他的演技。程毅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，但他为人十分低调，常常不演戏时就会消失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程毅经常被同剧组演员调侃他几乎不用手机。在某一档节目中，底线剧组演员蔡文静就爆料，程毅在剧组拍戏期间，半个月没有网他都不知道。他经常默默走到自己身边，问能不能分享个热点呀，不方便就算了。怪不得网友调侃他为古代人。他似乎与现代生活有一点隔阂，喜欢泡茶、喝茶，休息时间也总是陪伴在家人身边。考古过程毅的网友就会知道，他总是拿着剧本，不管他在走路还是在休息，大多数时间在看剧本，而不是看手机。他一直坚信，只要用心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对剧本和角色进行深入的研究，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。人间逍遥客，回首仍少年。是四顾门门主里相宜，亦是莲花楼楼主里莲花。见之所向，即是江湖。莲花楼开播后，迅速登顶各大平台热播榜。对程毅来说，这既是一个事业的推动力，又是一次古装的挑战。程毅尽管出演了很多古装剧，但每一次的角色对他的挑战还是非常大，因为很怕重复和雷同。实际上，这部剧非标准意义上的古偶，它更多的是关于武侠、江湖和探案，在情情爱爱的古装剧中才杀出了重围。惊喜的是，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程毅，他对角色的理解非常深刻。李莲花是一个出道即巅峰的武林侠士，再慢慢跌落神坛，成为一个普通人。李莲花得到了成功，又成功的放下了成功。最后，他选择了放过自己，放下执念，去过一种普通生活的小人物。程毅用演技做到了，他沉浸式的演绎了角色。从他一双迷人的桃花眼里，我们看到了李莲花满眼沧桑，在世而超脱于世的洒脱，一个出尘脱俗的侠士形象跃然在屏幕前。连原著粉都称赞程毅是天选李莲花，他还为角色设计了一些小动作。当他不愿意听别人说话时，不是摸摸鼻子，就是撇撇嘴巴，或者把双臂放，搓手指，皱眉头，摸胸口，各种小动作都赋予了李莲花装傻充愣又可爱至极的人物形象。这部剧意外成为了他最出色的武侠代表作之一，特别是他的打戏行云流水。剧中的名场面红绸舞剑直接封神，柔美和侠义的唯美画面看得人拍案叫绝。这些舞蹈场面的背后也有程毅心酸的一面，有一次他从高空直接摔下来，导致右腿骨裂。为了不耽误剧组拍摄，他也没有请假，直到伤得不得不住院才停工，从来也没有抱怨过。他的坚持和努力终究会让他走向事业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巅峰。
在遇到困境时，他总是埋头努力，钻研演技，没有任何辩解，从来没有改变做演员的初心。他将所有的荣耀和屈辱打碎抹去，磨砺出生命最坚韧的角度。从一开始的小角色到男2号，再到现在收获超高人气的男主角，演技越发游刃有余。他向世界证明了自己。表演这段旅程是漫长的，但我也越来越确定，你要么被打败，要么就一直向前。从角色中来到角色中去，那才是我真正的旅程。很多网友成了他的死忠粉，这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。他是那道光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他人。哪有什么一夜爆红，这是诚意持之以恒努力的结果。